他离开前的最后聚会，派对女演员的隐秘真相曝光。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他坠楼前最后一句话。那一夜，真相被流言吞没。坠落的夜。9月11日，北京凌晨的空气比往常更冷。东三环的那栋高档公寓外，警灯在黑暗中闪烁，蓝光像一只冰冷的手，拍打在每一张还没清醒的脸上。凌晨4点23分，一名男子坠楼。他30出头，名字叫于梦龙。没有人想到，这位曾经在荧幕上笑得明亮、被万千观众喜爱的演员，会用这样突兀的方式告别世界。邻居推开窗，看到地上的身影，忍不住颤抖。警察封锁现场，记者赶到，闪光灯此起彼伏。有人低声问他为什么跳下去。几个小时后，一条爆炸性消息在社交平台上疯狂扩散。坠楼前，他参加了一场派对。派对有17个人，全是圈内人。听说他被人孤立了。凌晨的酒杯还未冷却，真相却被谣言灼伤。风吹过警戒线，蓝光在夜色中摇晃，像一场无人能醒的噩梦。17人的名单。那场派对地点在北京市中心一间价值1000万的复式公寓。参加者一共17人，导演、编剧、演员、模特，还有几个带货网红。主题叫重逢夜。灯光昏暗，音乐轻狂，香槟泡沫在空气中炸裂，笑声混着烟雾弥漫。晚上8点15分，派对正式开始。人们举杯、碰杯、拍照、发朋友圈。有人晒出照片。好久不见的朋友，今晚太开心了。照片中，一只高脚杯反光模糊，折射出一个人影。那正是于梦龙。他笑着，却有些出神。那笑里有一种淡淡的疲惫，像是一个人正在告别自己熟悉的世界。沉默的房间。凌晨2点，他离开了热闹的客厅，走进自己的房间。门锁咔的一声，几乎被音乐掩盖。没人注意到，那是他最后一次出现。有人模糊记得，他在门口回头，露出一个淡淡的笑。那笑就像是在告别。2小时后，他坠楼。警方赶到，封锁现场，初步结论，无他杀迹象。可网络并不买账。人们开始拼凑那晚的碎片，聊天记录、朋友圈截图、监控模糊的影像。17个人的名字被放上网，一夜之间，他们全成了猎物。而在那扇关上的门后，孤独正一点点吞噬一个人的灵魂。他的名字，他叫宋伊人，一个笑容温柔的女演员。出道多年，演过无数青春角色，是清纯的代名词。但这一次，她成了被怀疑的对象。她也在场。那吊灯和她照片里的一样，他们以前有过关系。短短数小时，她的名字被刷上热搜3次。他推了他，他劝他喝酒，他激怒了他，无数版本的真相如潮水袭来。而他只是沉默。他坐在家里看着手机，手指不停颤抖，心里一遍遍问自己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留言的速度。互联网从不等待真相。有人翻出他旧照片，有人剪辑视频造谣，有人假装朋友爆料。他哭过，那晚他也崩溃了。他们吵架了。他打了他一巴掌。真真假假，真假难辨。他关掉评论，关闭私信，删除所有动态。沉默成了他最后的防线。可越沉默，留言越汹涌。每一次刷新页面，都是一场新的刀割。他的消失。几天后，一家媒体爆出宋伊人已出国。评论区瞬间爆炸。心虚才逃。真相怕什么？没人知道，他独自坐在东京一间小旅馆里，望着窗外的雨。手机关机，眼睛通红。他不是逃，而是再也不敢看那些留言。他想起那夜的音乐、灯光，还有他。他举杯时说，希望有天我们都能放下。他当时笑了，没想到那竟是最后一句。那夜的笑声，如今成了他噩梦里最刺耳的回响。律师声明。9月23日，一纸律师声明横空出世。近期网络出现大量失实内容，恶意捏造宋伊人与于梦龙事件关联，
已严重侵犯名誉权。针对推人坠楼等谣言，将依法追责。这是他消失后第一次发生，冰冷却有力。但网友并不买账，他没说当晚发生了什么。声明是公关，真正的真相他不敢讲。留言比律师函更响亮。屏幕那端的世界从不缺审判，只缺温度。真相的碎片。警方报告平淡如纸，未发现打斗痕迹，无外伤，无可疑人员进出。但有邻居说，凌晨2点多听到有人哭着打电话，那声音是男的。那夜于梦龙最后一次拨出电话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那通电话接的人是谁？没人知道。也许是朋友，也许是他，也许是空气。可那句撑不下去却成了世界上最沉重的遗言。娱乐圈的镜像，17个人，一场派对，毁了2条生命。有人冷冷地说，这就是娱乐圈。笑容、酒精、资源、潜规则，一切都在光亮背后腐烂。但当灯熄时，他们也不过是普通人。害怕、焦虑、孤独。于梦龙在生前的一次访谈中说，演员就是活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有时候我忘了自己是谁。或许那夜不是坠楼，而是坠入自己编不出的结局。而看客的掌声却成了最无声的告别。他的信，1个月后，一位记者收到匿名邮件，附件是一封手写信的扫描件，署名宋伊人。他写道，我没有推他，也没有骂他。那晚他喝多了，对我说，谢谢你让我相信自己还能演下去。我笑着说，别多想，他却哭了。我以为那只是酒后的情绪。直到第2天早上，新闻推送弹出，我看见了坠楼的消息。信的真假无人证实，但那字迹轻颤，像一个在深海里呼吸的人。每一笔都藏着他还没说完的痛，他的重生。3个月后，他出现了，短发、素颜、白衬衫。他参加了一场公益活动，给山区的孩子读书。记者问，经历这一切，你学到了什么？他轻轻笑，说，人活着要学会原谅，包括原谅自己。那一刻，他的眼中有光，不再是青春女神，而是走过火海的女人。他用行动回应所有留言，不是解释，而是继续活着。他的遗照，灵堂布置得很简单，照片中的他笑得温柔，桌前摆着一束白百合，粉丝排队送花。有人写道，愿你在另一个世界不再孤独，谢谢你带来的每个角色。他留下的最后一条短信被曝光，我想睡一觉，别叫醒我。这场悲剧让整个娱乐圈陷入短暂的反思，但反思总是比遗忘短。那笑容停在照片里，像时间定格的温柔。灯灭之后，半年过去，热搜消散，帖子被删，话题归零。可在某个深夜，仍有人搜索那场派对的真相。也许真相早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学会温柔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太多人被看见，却从未被理解。那盏吊灯仍亮着，照着曾经的喧闹，也照着无法回头的人生。而那光照进每个孤独的人心里，提醒我们，理解比指责更珍贵。谢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这个故事让你沉默，让你落泪，也请记得，每一个在人群中被误解的人都值得被理解。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你相信真相吗？你怎么看沉默？又是否愿意给这个世界多一点善意？别忘了点个关注，订阅一下。你的一个点赞，一条评论，是我继续讲述真实故事的最大动力。谢谢你，我们下次故事见。